300-400的可动玩具，后踢几乎没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亮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凯魂炎龙。这款我当时是冲着这个预定特点定的，这到手有1个多月了，一直没空拆。当时是用券在拼多多上是339预定的，不知道大家是啥价入手。打开盒子，2层啊，上层本体，下层配件，中间呢就是夹的地台支架、必杀铁。和一个铠甲勇士的小名牌，以及一张说明书。那么直奔主题，始终和之前凯魂刑天是保持一致，大约18.5厘米。这里拿出刑克炎龙，直观的感受一下。由于剧中炎龙的皮套也是好几版，从这里这个白龙眼就能够看出来，这次用的是特写皮套。而特写皮套最为经典的一个镜头，无疑是第1集对战2生兽这个画面。从这款凯魂炎龙来讲，眼罩的还原度无疑是比刑克要好上不少。从侧面看过去，这个弧度还是挺有那个味儿的。近距离看，蓝色眼罩里面的复眼细节也都是有做出来。这次凯魂炎龙的头雕上的火焰纹路啊，都是采用的浮雕。接着往下看，胸甲两侧的烈焰标采用的是软胶，终于有一款做出插拔的了。胸口处用的是透明件，也很良心，把龙纹给印出来了。前宽腰在这里做的还是不错，我手头这个是没有印歪，而且把两侧的煤气阀门的黄色转钮给还原出来了。这段时间看到很多玩家吐槽啊，就是说弯腰的时候很容易抵到前宽腰带这里，很容易把这层薄薄的红色漆面给蹭掉。所以我现在把玩的时候都非常小心。这款凯魂炎龙几乎是全涂装，全身每个部分所见到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漆面涂装，因此你在把玩的时候一蹭啊，它就非常的明显。然后它底衣部分在腹部、大腿、小腿以及后背这里都是有皮套褶皱细节，像脖子这个地方也像刑天一样都做出了褶皱的刻画。可能由于炎龙本身啊底衣就有花纹刻线，因此这次的褶皱感就没刑天那么看起来明显。作为凯魂系列经典的发光玩法，带大家简单过一下。靠近胸部这里就可以发光，但是头部这里死活都激不活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中奖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光效果。接着简单过一下它的可动。首先头部上抬下探，左右侧摆的幅度还是比较丝滑。肩铠有一段拉伸关节用于平举，平举大致可以到90度。然后由于凯魂系列还是没有做出蝴蝶肩的设计，因此外拉的幅度不是很明显。大臂的话有一段旋转关节，小臂曲肘，然后同样跟刑天一样，手腕这里有一定的拉伸，拉伸出来的话幅度稍微大一点。然后就是致命的胸腰部分，胸腰部分前倾的话是大致可以抵到这个前坤腰带的位置，但是我一般都不会抵到那儿，因为这里特别容易蹭漆啊，蹭着就非常难受。然后后仰的幅度也大致是到腰的位置，然后左右旋转的话腰带每次都会往上跑，这个很难受。然后这个煤气阀门是可以随便转动的。大腿的话是没有下拉关节，前踢的话这个幅度，后踢，后踢如果你腿部啊是这样绷直的话，它几乎没有后踢的幅度。你如果想后踢的话，稍微往外拉一点，然后这样就能做出一定的后踢。然后大腿根有一段平转关节，屈膝的话这个有点逆天啊，后面的龙刺居然能扎到后面这个大腿后部，但是这个掰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扎手。然后脚部有一段外拉关节用于内外接地啊，但这个都没太大的效果。脚尖翻折，脚尖这个关节非常注意啊！我看好几个玩家玩多了之后，它这里变得特别粉。这里必须吐槽的就是刚刚把玩可动这一环节，就是短短的1-2分钟啊，因为转腰部这里，它这里腰带内部已经和这里蹭到了，另外一边同样也是，只不过另外一边还好。然后腰部这里、胸腹部这里也能看见蹭的，真的是非常难受啊！作为一个可动玩具啊，你稍微动一下漆面蹭成这个样子，这谁能好好玩？最后就是配件部分，炎龙的3把武器，3对造身替换手和1只捏卡手和1只扶刀把的手型，然后就是封魔铁。首先来看烈焰刀啊，烈焰刀整体刀身还是比较长的，中间这里是用的透明件来还原，但是仔细看了一下，你怼近看银色漆面这里有很多小划痕和气泡，尤其是刀把手这里真的是非常难受。烈焰标的话同样是问题出在银色漆面处理上。最后就是烈焰弓，这把烈焰弓的造型看起来怪怪的，后面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应该就是它把末端这里做的太弯了。你看刑克的烈焰弓，它的弯曲幅度就没有这么大，刑克的这把看起来就很正常，这个确实是弯太多了。还有就是5张异能兽魔铁，感觉这个分辨率不太行啊，卡片的厚度倒是蛮厚的。从右到左分别是2生兽、魔九、魔牛、蜘蛛、蜥蜴兽，都是炎龙侠对战过的异能兽啊，也算是非常经典。最后就是2张必杀铁，1张封魔斩和1张火焰拳。
但是奥迪好像画蛇添足了，把周围的这些透明的部分，它都给晕染出来了。在剧中，这4角都是透明的，只有中间这个龙纹图案。你能理解奥迪是为了整体效果好看吗？最后一点，吐槽一下这个支架的安装方式啊。它虽然给你附属了能放卡片和夹住主体的，但是你要替换的话，它居然需要用螺丝刀把这里拧开重新装。谁有事没事用螺丝刀来拧这个支架啊？你居然都给了，就不能多给一根杆子吗？展示一下这次预定的特点。首先是电影版的必杀铁，这里是需要安装进去的，安装也非常简单啊，这样扣进去就能还原出电影版里面炎龙使用的封魔斩特效键了。当时第一次出来的时候，觉得这个方式真的是特别帅啊。就是这款封魔盒，这款封魔盒的涂装还算是精细啊，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打开，内部的刻画也是蛮良心的，这些涂装虽然小，但都是给到了。总体来说啊，要是没有这2个预定特点的话，我相信这个预定量肯定是会少上很多的。OK， 那么以上是这款奥迪双钻铠甲勇士凯魂炎龙的全部内容了。相信很多玩家预定都是冲着特点去的，不然以369的价格真的是贵了。这款产品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狠狠的失望了。主要当时看各个博主都渲染测评的太好了，尤其是这个特点出现的时候，真的对这个的期望太高了，以至于拿到手这个表现让我很失望。作为高端的纯品可动玩具啊，可动方面真的拉胯。稍微一动，漆面就受损，这真的不应该啊！还是劝大家理性购买，等跌价再入吧。唉，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期待一波凯魂封印能不能救一回口碑吧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凯魂炎龙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购买有所帮助的话，麻烦给个1键3连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